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本期視頻。本期視頻跟大家講解如何在 Windows 以及 Linux 系統上面安裝部署 SurrealDB。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，別忘記點讚、關注加轉發，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。關注我的頻道，教大家更多的計算機小知識。我們先講講看這個 SurrealDB 它的背景故事啊。SurrealDB 在官網裡已經可以看到了，功能非常的全面，非常的強悍。並且它確實也是如此。這張圖是 AI 給我畫的核心導圖，是一個思維導圖啊。但是呢，我們重點就看它這個多模態融合這一個部分。最重要的4個模態：文檔、圖、關係型以及鍵值對。SurrealDB 同時支持這4種存儲方式，相當於它需要挑戰 MongoDB、Neo4j、傳統的 PG 以及鍵值對數據庫。所以說，它號稱是下一代數据庫，能夠取代之前的所有的數据庫。但它到底能不能實現呢？這個我們就只能拭目以待了。因為畢竟這麼多年下來啊，有許多的数据庫都在嘗試挑戰傳統的数據庫。但是呢，到現在我只能說，最常用的數據庫依然還是以 PG 為代表的關係型數據庫。這個 SurrealDB 到底能不能打破這個限制？我們只能說拭目以待。並且 SurrealDB 還有一些其他的特點，例如實時的数据更新推送，并且兼容性也非常好，可以在各个场景下进行部署，同时架构也非常的简单，部署起来只有一个文件，然后还支持这个无约束以及有约束。那其他的都不重要，我们就重点讲讲看这4个。好了，首先我们讲讲看怎么安装它。这边呢，如果你去搜索 SurrealDB， 直接就有一个 Install 选项，那这边你可以直接安装。但是 Windows 上面的安装会稍微麻煩一點。如果你用默認方法，確實可以安裝，但是會安裝到這個叫做什麼系統盤。但是如果你不想安裝到系統盤怎麼辦？我們就需要手動安裝了。這邊我們點擊一下小星星，來到它的 GitHub 頁面。來到 GitHub 頁面之後，選擇 Release， 點進去。這裡我建議大家選擇 2.4.1 的穩定版本，不要選 3.0 的 Beta 版本。下載 Windows 的安裝程序。當然這個也不是安裝程序了，就是下載 Windows 的程序吧，叫做。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SurrealDB 它一共都不到60M， 並且其他的系統上面的大小也就才20多個M， 所以它數據庫整體是非常的簡單精煉的，而且它不像傳統數據庫那樣有着一大堆的依賴，它的所有的文件都包含在這一個小小的2進制代碼裡面了。那麼我們這裡要保留一下，因為這個會爆病毒。好了，之後我們找到想要安裝的路徑，比如說我這邊想要安裝在 D 盤的 SurrealDB 文件夾裡，我就把這個剛剛下載的東西先給它複製進去，或者是剪切進去吧，然後改個名，這裡一定要改成 Surreal， 不然的話呢，我們的系統是檢測不到的。然後將它添加到環境變量當中，找到這個環境變量，然後添加進去。添加到環境變量，加入到 path 當中去，找一下這個 path 去哪兒了？在這兒，新建，添加。好了，之後呢，我們打開一個 CMD， 看一下輸入 Surreal version 能不能有反應。好，可以看到目前已經安裝成功了啊。然後我們再來演示一下 Linux 上面的安裝。Linux 的安裝就非常簡單了，因為 Linux 它不像 Windows 這樣分了很多的系統盤，所以我們只需要複製這一個命令，然後粘貼，稍微等待一段時間就安裝成功了，非常的簡單。然後我們輸入一下 Surreal version， 就可以看到這邊已經安裝成功了，非常的簡單快捷啊。好了，那麼安裝成功之後，接下來我們就簡單的演示一下，展示這個 SurrealDB 它的強悍之處。首先，第一個就是開啟數據庫。開啟數據庫了之後，我們可以傳入用戶名和密碼，開啟它。開啟了之後呢，注意這個窗口就不要關了，我們需要再開一個新的窗口來進行連接和操作。另外呢，強調一下，就是我這邊只是做一個演示啊，所以說我是把數據存在內存裡面的，也就是說把窗口關閉之後，數據就不見了。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去使用的話呢，你需要在後面再傳入一個文件夾的路徑，把你的數據存進去。那麼我們接下來就去連接。這邊我傳入一個 endpoint， 然後用戶名、密碼以及 namespace 和 database， 這兩個就是我們的數據庫的名字。好，然後我們連接。
連接之後非常的簡单，就成功了。我们这边先創建一個鍵值對數據庫吧，鍵值對數據表，我們來測試一下它的效果。這裡我創建了一個鍵，就是 key 是 John， 值呢是 name、age 和 tags。好，創建成功。之後我們去 select 一下 ，select 的話，它也支持傳統的 SQL 寫法，還支持新版的自己的寫法，就是通過鍵值通過這個鍵啊，這個 key 去直接選擇這個數據，就非常的快。然後我們去更新一下數據，更新數據的話呢，這邊也是因為有鍵的存在，所以更新速度是非常快的，整個複雜度應該是 O1，就是立刻就可以更新，不會隨着數據的增加而變得複雜。並且這個 SerilDB 官方還宣稱它不會增加體積，也不會增加這個內存的占用和硬盤的占用，所以說它真的是一個至少看起來非常完美的數據庫。那然後呢，我們就看一看更新的結果吧。我們來看一下，好，這邊更新也是成功了。接下來我們展示它的圖表能力，我們這邊先創建一個 post， 就是一個發文推文，這個推文的 key 是 first， 我們創建一下。然後呢，我們將這個推文關聯到 John 這個人身上去，關聯一下。好了，關聯成功了。接下來我們再去查找，找看到底是誰寫了這個 post， 我們就找 John 寫的全部的 post， 然後複製進來。可以看到已經查找出來了，這個 post 的 key 就是 first， 那麼我們再根據這個 first 去查找這個 title 啊什麼的內容就可以了。它這個時間複雜度也是非常的低啊，據說呢跟 Neo4j 是一樣的，就是 OK 的複雜度。這個 K 呢就指的是 John 所發布的所有的 post， 那麼在我們這邊 John 只發布了一個 post， 所以它的複雜度就是1，如果 John 發布了2個 post， 那麼複雜度就是2，所以它這個可以說真的是非常的快速。而且這個還不是它的重點，重點是什麼？重點是它在支持了键值對圖表的情況下，還能夠支持文檔型和關係型。我們這邊就簡單演示一下關係型的數據庫。首先我們把舊的數據刪掉，不刪也行，其實就這樣吧。還有一個 post 沒刪，但是也無所謂了。那麼我們這邊呢演示一下傳統的在 PG 當中的數據庫，就是假設我們要創建一個 user， 先創建一個 table， 之後我們設置 table 的內容、姓名、年齡和郵箱。這裡郵箱這邊我們用了一個 assert 去聲明這個必須是一個郵箱才行。然後我們創建一下，好，這邊感受一下 PG 的魅力，就是如果我們傳入了一個錯誤的數據，你看，它是插入不成功的，对吧？它這邊呢是插入不成功的，所以我們再傳入一個正確的數據試一下。好，我們看一下，哦，它是要有一個 indent 是嗎？看一下這個應該是成功了吧？對，這個也是成功了，插了2遍，沒有問題啊。所以說你可以看到這個效果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強悍，並且呢，它宣稱它可以比 PG 更快，因為你注意看這裡，就是我們的每一個數據它都自動創建了一個 ID， 而這個 ID 它的底層代碼是使用了它的鍵值對邏輯來進行優化的，也就是說，你查詢的時候，如果你只是一個單純的 select， 那麼最快是可以實現 O1 的速度。但是對於 PG 來說呢，如果你查詢一個数據多了，那麼一般來說你最快的速度，当然我說你運氣很好啊，最快也可以到 O1， 但是呢一般來說你的複雜度是 O log n， 所以這個就是 SerilDB 它宣稱要挑戰 PG 的優點。當然最後我也強調一點啊，就是 SerilDB 官方從來沒有宣稱過要挑戰其他任何數據庫啊，就是我們說這個 SerilDB 要挑戰誰，從來都只是我們這些使用者或者是社區的人員去自己說的，就是去感覺吧，這個 SerilDB 很厲害，可以挑戰其他的數據庫了。但是呢，我強調一點，這個並不是引戰啊，就是官方什麼的沒有這樣宣傳過，大家在評論區裡面一定要理性討論。好了，那麼 SerilDB 它的功能演示到這裡也就差不多了。那麼我相信看到這裡肯定會有很多人問 SerilDB
就這麼完美，沒有任何的缺點嗎？哎，你別說，這目前來看還真是一個完美的數据庫，至少到目前為止啊，沒有特別明顯的缺点。唯一很明顯的缺点是什麼呢？就是它太年輕了。SecureDB 这個項目最早成立於2016還是2017年，但是呢，在2021年的時候，他們推倒了舊的方案，全部重寫。舊版方案是用 Go 寫出來的，新版方案是用 Rust 寫的，所以說導致 SecureDB 它正式發布出來，也就是2023年，並且呢，到現在的話呢，也就經過了不到3年的生命週期。是一個我只能說非常年輕的數據庫，相比於 PG、MongoDB 還有其他的那些已經經歷了數十年甚至30-40年檢驗的數據庫來說， SecureDB 吧，說實話只能說叫毛都還沒長齊。所以說呢，它目前沒有已知的問題，不代表它將來沒有。如果你使用它，那麼你就需要知道，你其實在承擔一個風險，就是這個數據庫可能會出現嚴重 bug 的風險。但是呢，我只能說，如果你的項目非常的就是對穩定性要求非常的高，那麼你可以不去使用 SecureDB， 並且我也会建議你千萬不要使用 SecureDB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正在創建一個新的項目，尤其是那種個人項目啊，或者是小型項目，那麼我覺得呢，嘗試一下這個 SecureDB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，別忘記點讚、關注加轉發。